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级奇特的法律案子。这个案子啊，可以说是挑战了我们所有人对于洗钱，甚至是法律上意图的想象。整个故事的核心，你没看错，就是这个数字946块，对，新台币，连1000块都不到。这就是整个案子最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对吧？我们一听到洗钱，脑中浮现的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黑钱，结果法院认定的犯罪所得，竟然比吃一顿好料的还便宜。这背后到底是在演哪一出？好，我们来深入拆解一下。你得先知道，这案子从来就不是在吵金额大小，它其实是一场法律定义的战争，战场就在加密货币这个新世界里。主角是一位币商，就是处理虚拟货币买卖的人。他被指控说他帮诈骗集团处理了赃款。可是啊，当你真的去看卷宗，你会发现这场官司真正的核心是我们现在的法律要怎么去解释跟应用在这个去中心化、风险又高的数位金融世界。我们来看第一个法律战场，被告这个人他到底知不知道这笔钱有问题？法律上这就叫做犯意。各位请看，画面上这句话啊，可以说是检察官手上最强的王牌。这是被告在侦讯的时候亲口讲出来的话，他自己承认，以他过去的经验，他知道自己经手的交易里面有那么一两笔可能是有问题的钱。就这么一句话，直接引爆了双方最激烈的法律攻防。检察官就说啦，你看，你明明就预见到可能会收到赃款，但你觉得没差，你容许它发生，这就是刑法上的间接故意，算你一份。但辩护律师反驳说，等一下，知道币商这行普遍有风险，跟明确知道这一笔就是赃款，而且打算要去洗钱，这根本是两回事吧。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很妙的争点，那神秘的946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部分真的很有趣。法院的逻辑是这样，他们认为被告的获利来自于泰达币的数量差异，也就是说，他上游买到的币跟他实际转出去的币中间有个超级微小的差距，然后法院就说抓到了，这个差额就是你的犯罪所得。我们直接来看法院是怎么算的。你看这张表，清清楚楚列出5笔交易，每一笔的泰达币差额都才几块钱而已，换算成当时的台币，全部加起来不多不少，正好就是946元。这就是整个洗钱案里面被法律盖章认证的不法利益的全部金额。但是辩方对这个算法当然是强力反驳，他们说这946块根本不是什么利润，而是必要的营运成本啊！你想想，你在交易所买币，平台要收手续费吧？你把币从交易所转到另一个钱包，区块链网络也要收一笔叫 gas fee 的费用。辩方就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像是说银行收的跨行转账手续费是犯罪所得一样，根本不合逻辑嘛。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辩方提出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最有力也最符合常理的论点。这个案子的关键还牵涉到一个我们都很熟的工具 Line Pay， 也就是一卡通 Money。我们都知道，这在台湾是受到高度监管的支付系统，开户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实名认证，也就是 KYC。而根据案子的证据，被告的合作伙伴就是用这个完全实名制的一卡通 Money 账户来收款。这个账户直接连到他本人的真实姓名、银行户头、手机号码，所有的金流记录，那些一清二楚。这就带出了辩方的核心论点，而且这个形容非常有画面感。他们说，洗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掩饰、隐匿金流的来源和去向嘛。如果你真的知道这是一笔黑钱，想要把它洗白，你怎么可能会用一个完全透明、一查就到、直接连到你本人的国内支付工具来收钱？这根本不合逻辑，跟自杀没两样啊！好了，那经过这么多来来回回的攻防，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
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法律困境？最后的结果是，法院选择支持检方的说法。法官认为，就算犯罪所得低到很奇怪，收款方式也很不寻常，但被告既然已经预见到交易可能有问题，却还是继续做，这种放任它发生的心态，就足以构成洗钱罪的间接故意。所以法律上对于意图的认定，成了最后定罪的关键。所以这起946元的洗钱案，真的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超大的问号。它很深刻地告诉我们，当传统的法律条文碰上了变化超快的新金融科技，会产生多少冲突和灰色地带。这不只是一个个案，它逼着我们去想，未来法律到底该怎么跟上时代的脚步，才能在保障大家交易安全的同时，又不会扼杀了新科技的发展。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